世界很大，故事很多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先生。2021年7月20日，礼拜二下午5点多的郑州地铁，正是下班的尖峰时刻。大多数的市民因为暴雨动弹不得，涉水赶往了附近的地铁站后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们以为接下来就可以回家，洗上舒服的热水澡了。但是这辆从5号线出发的列车，好像根本没有终点。今天就要跟大家回顾那场发生在地底下的悲剧——郑州地铁5号线事故。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郑州地铁，是河南省的第一个都市轨道运输系统。从2013年底开通到2021年的6月，郑州地铁的线路一共有7条，总长206.5公里。其中的5号线路是郑州地铁在2019年开通的第一条环线。5号线路有一半的车站被规划为转乘站，也承载了郑州地铁高达30%的人次。郑州市是降雨集中在夏季的都市，所以郑州地铁设有不少的防洪措施。在地铁站的出入口，通常设有加高的台阶和挡板，来阻止外部的雨水进入车站。站内则设有排水系统，将积水排入都市的下水道。如果某座车站真的不幸遭到水患入侵，工作人员也能透过线路之间的防水闸门，来确保其他功能正常的线路可以继续运作。不过这些防洪设计，在2021年7月的一场极端暴雨前，却显得无能为力。从2021年7月17日开始，河南地区下起了为期3天的大雨，是因为烟花台风跟强烈热带风暴查帕卡为当地带来非常浓厚的水汽。异常的大雨随即转变为水灾，在郑州市的灾情，尤其在7月20日最为严重。先给大家一个概念，郑州市以往的平均年雨量是640.8毫米，但是在7月20日当天，郑州市的单日降雨量就突破了600毫米，可以说是相当于一整年的降水量，在这天全部涌入了郑州市。大多数人可能有个疑问，这么大的雨量，难道没有宣布停班停课吗？其实在19日的晚间9点，郑州气象台就已经发布了第一次的暴雨红色预警讯号，在20日早上6点跟9点也接连发布了2次预警。但尽管预警频繁，郑州市政府却没有人坐镇指挥，及时下达停班停课的指令，只有部分学校自行宣布停课，大部分民众还是不知情的，照常出门到公司上班。位在上游的长庄水库，在7月20日的上午10点30分开始泄洪，下午3点开始，大雨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，反而还继续变大。郑州市区的排水系统不堪负荷，道路严重积水，交通大打结。就在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，郑州市的雨量来到最高峰，大多数的车辆灭顶，市内公交车在下午4点30分宣布停止营运。不少出门上班的民众因为无法返家，只能涉水前往地铁站，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运作中的郑州地铁。当时的郑州地铁集团只关闭了受到严重影响的1号、2号线，继续运转着剩余的线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从4点钟开始，5号线的部分站点就出现了多处进水的情况，地铁集团只封锁了部分车站，这可能为接下来的惨剧埋下了伏笔。而最让人担心的事情，终究还是来临了。下午的5点21分，一辆编号0501的列车驶入人民医院站，这时列车因为不明原因紧急制动，在临时停靠了10几分钟后，列车继续往前行驶，到达海滩4站，却再度因为道岔被水淹没故障，让列车紧急制动了。下午5点46分，列车终于离开海滩4站，但是在行驶1分多钟后，列车竟然又再一次紧急制动。这次不是因为故障所导致，而是司机发现前方的轨道被水淹没了。按照正常程序，他启动紧急刹车，等待调度中心的指示。这时的0501列车离沙口路站仅仅只有200公尺。5点47分，主任调度员指示列车向后倒退，但是列车在移动约30公尺后，正因为失去电力停了下来。0501列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。更糟糕的是，列车往后退的地方比原本位置的水平低了75公尺，这增加了车厢内积水的上升速度。为什么沙口路站的方向会突然出现大量的水？而且照理来说，防水闸门应该早就要启动了才对。原来积水不是来自沙口路站，而是来自上方的五龙口停车场。五龙口停车场不是用来停放汽车的停车场，而是平常用来停放和检修列车的地方，可以想象成是捷运的机场。而列车会透过专用道在5号线之间来回。
五龙口停车场的挡水墙早就在下午4点时被冲垮，大量的雨水倒灌，沿着列车专用道流入了5号线，出现在了0501列车的面前。下午6点04分，地铁集团宣布全线停运，并全面开始疏散乘客。但这时0501列车已经受困了。6点30分，列车尾端的积水开始上升，列车员赶紧指示乘客往前方移动。众人打开了第一节车厢门和驾驶室，沿着紧急走道往沙口路站的方向移动。这时的场景非常触目惊心，谁能想到地铁的轨道上竟然会有湍急的水流出现？少部分乘客在司机的带领下顺利到达了沙口路站。6点40分，水位迅速暴涨，让紧急走道没办法使用，疏散行动被迫中断。前方的人只好向后面大喊退后，众人手忙脚乱的折返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一名邹姓男子不慎失足滑落，他的遗体直到5天后才被找到。折返的队伍大约有500多人，因为越后面的车厢积水越严重，大多数已经上车的乘客都停留在前面的车厢，都不愿意继续往后走。列车长和没上车的乘客都在外面喊再往里面挤，场面一度陷入僵局。最后是几名男性乘客带头走到了后面的车厢，所有乘客才顺利回到车上。除了有人爬到车顶上，大家关上门等待救援到来，但很快的水位就上升到了车门的高度。乘客们纷纷站到椅子上，焦急地拨打报案电话或是市长热线请求协助，但效果有限。报案中心当天的值班人员只有11人，部分乘客已经有人录下自己的遗嘱。可以看见车厢内的水位涨到膝盖，再来是腰部，最后到达肩膀。车厢内部闪烁着紧急灯光，一开始还有人试图维持秩序，但恐慌还是在车厢内蔓延开来。大家抢着站在椅子上，或是把杆子当成了救命稻草。晚上8点，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顶被完全淹没，有人勇敢地游到前方车厢，但也有不会游泳受困的乘客。一开始还有尖叫声，接着后方再也没有声音传来。因为不断上涨的水，车内开始严重缺氧，有不少乘客陷入了意识模糊的状态。不幸中的大幸是，因为水压让列车脱轨了，形成一高一低的样子。乘客开始用灭火器或各种工具砸破比较高处的玻璃，才解决了缺氧的危机。晚上8点半左右，轨道上的水位开始慢慢下降，救难人员到达现场开始救援。他们透过最高的驾驶室进入车厢，把乘客一一接出来，送到安全地带。幸存下来的乘客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，有体温过低还有缺氧的情况。月台上充斥着惊魂未定的人，明显失去意识的几名乘客，还有不断帮忙 CPR 手没有停下过的热心市民。救援行动一直到隔天的凌晨才终于落幕。整起郑州地铁5号线事故，现场有500多人获救，其中1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接下来的2天发现2具失联乘客的遗体，一共有14人罹难。而郑州地铁的事故仅仅只是冰山一角，那场笼罩郑州市的极端暴雨，一共夺走了292人的性命。究竟为何会导致这起事故？首先要是郑州地铁集团能够及时停运，0501列车的乘客也许都可以生还。前面提到的五龙口停车场，其实是地铁集团为了物业开发，擅自将停车场移往更低洼的地区，周围的挡土墙更是临时的施工围墙，轻而易举就被大水突破。只能说水会倒灌进地铁隧道并不是巧合，列车在安全设计上也有缺陷。大多数中国地铁都有设置往上开口的逃生门，但是郑州地铁却没有这项设计，取而代之的是紧急走道。如果有逃生门的设计，内部人员就可以逃到车顶等待救援了，也不至于会有缺氧的危机。救援行动的延误可能也是悲剧的原因之一。从0501列车被困住到救援开始，过了3个多小时，救难人员才到达，这都让本该可以被阻止的悲剧发生。而且外部民众要得知地铁的消息，竟然必须透过车内民众的社群媒体。在这些惊险画面传出的同时，不少官方媒体在电视或是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，说乘客已经被全数救出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不少车内的乘客看见之后，声称他们失去了求生意志。最后，郑州地铁还有五龙口停车场的工程负责人被依法逮捕。因为瞒报死亡人数，不少郑州市府的高层遭到降级处分。但在2年前，却又传出了升官的消息。7月26日是郑州地铁5号线事故遇难者的头七，许多民众自发前往郑州地铁5号线，在沙口路站的出入口献花来悼念事故。没想到不久之后，竟然出现了1.7公尺高的围墙，挡住了悼念者的鲜花。
后来有位青年试图用无人机拍下围墙内部的鲜花时，却被一帮身份不明的群众按在地上殴打。不过在一旁的郑州市民出手抢回了青年的设备，他们一边说着为什么孩子不能拍摄，为什么不能把真相告诉公众。在发生水灾的1周年，尽管没有官方纪念活动举行，还是有许多民众自发在当时的事故地点献花。不过在微博上，只要提到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1周年，贴文或是相关的图片就会被屏蔽，而事故地点的花束在摆放不久后随即被收走了。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前，那晚发生在郑州地铁5号线的悲剧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骆先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